歷時8、9個月，終於來到了南美洲這片神奇的大陸啊！哎呦，納蘭都哭了，好興奮，你知道嗎？沒事 ，exciting 的旅程就要開始了。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瘋狂的舉動。我們要把一輛國產車開到南美洲最南端，去看看距離我們中國最遠的這片大陸裡最恐怖、最原始、最瘋狂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。我是耀陽，他叫納蘭。由於我們經常探索世界的一些硬核地區，網上稱我們為耀陽夫婦。2022年，我们用了2年的時間，把一輛國產車開到了非洲的最南端，南非的好望角。2024年回國之後，我們又將一輛改裝了防彈的越野車從中國開去了中東，在炮火中的國家穿行一圈之後，又返回了中國，2次穿越了數十個國家，總里程超過10萬公里，可繞地球2圈半。然而做這些並不是因為愛好，全部源於一個夢和一口氣。2007年，第一輛中國汽車登上了歐洲大陸的法蘭克福車站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展後卻被歐洲的車評人噴的是體無完膚，然後將我們的車無情的炸上了天。在那一刻，我心中憋了一口氣，如果有一天我們中國汽车真的行了，我一定要開到所有人面前，讓他們去看看我們中國真正的力量。然而這個夢和這口氣在2022年得到了釋放。我們將一輛國產車從中國運到了歐洲的西班牙，雖然經歷了8個月的挫折，但是我們還是成功的讓它登上了巴塞羅那的土地，喊出了那個埋藏在我心裡11年的話：開着我們的中國汽車，把我們的中國科技、中國力量、中國文化帶到世界最遠端。由於這輛車沒有歐洲的上路許可，我只能將它再次送上輪渡，跨過直布羅陀海峽，前往非洲。非洲的路況和風險遠不是歐洲可比，但這種氣讓我必須要完成這個夢。我用了1個月的時間，穿越了著名的撒哈拉沙漠，現車、挖車已經成為了日常。沒有路就用無人機尋找，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游牧民族波波爾的家裡。在撒哈拉南部的毛里塔尼亞，我們看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景觀，見到了他們淘金的景象，也誤打誤撞揭開了當地女人平均300斤的秘密。走過了北非，進入西非，這裡的路真是難以言喻。炮彈坑、泥坑、沼澤濕地，開車要上石壁山，下山的陡坡，踩剎車還能溜車，5000公里，48天。非洲這段旅程簡直是噩夢。由於這裡沒網、沒電、沒信號，吃飯住宿都成了問題。街邊的小雜球成了我們的救星，睡在村民的家裡也變得稀鬆平常。然而，即使是這樣的路況，還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。由於自駕穿越非洲需要走入所有國家的邊境地區與關口，危險係數飆升的同時，我們這輛國產車想要通過也並不容易。在吉布提，汽車被扣38天；埃塞俄比亞，汽車一扣就是49天。然而，邊境條件極差，白天50多度，夜裡40多度，而且還沒有地方住，就連吃飯的環境也是蓋了帽子。晚上只能和老婆睡在露天大街上，周邊10幾個黑人大漢，真是無法想象老婆納蘭當時是如何挺過來的。當海關小哥說能把房子借我住的時候，我真的哭了。原來窮山惡水也是能出好人的。其實在非洲，我們遇到了很多幫助過我們的非洲人和祖國的同胞，要是沒有他們，僅憑我們2個人想完成這件事兒，簡直難如登。危險之地索馬里，巨人國度南蘇丹，部落世界埃塞俄比亞，動物王國肯尼亞，穿過塞倫蓋蒂大草原，跨過了奧卡萬格三角洲，最後還走入了需要簽生死狀才能進入了納米比亞的黑海。一路勢如破竹，我們跟着哈扎比人一起打獵，和布須曼人一起尋找食物，走進了紅衣人的家裡。這一夜看到了非洲最初的樣子，也欣賞到了它最近2年9萬里。當我們站在南非好望角的時候，我們熱淚盈眶。這份堅持換來了不知道多少人對我們中國制造的改觀，對我們中國科技的讚嘆，讓外國人看到了我們中國汽車的改變。就在南非，我們剛好遇到了來自德國的汽車工程師，他们听完我们的故事，看完了我们的汽車，不停地讚嘆中國汽車變了，變得無論多麼惡劣的環境也能把我們活着帶着，變得多麼泥濘的道路也能趟着髒水奔上路，變成了我們的生死兄弟。回國後，為了紀念他這段離奇的經歷，
我们将它捐給了哈爾濱的汽車博物館，成為了第一台在售的收藏汽車。然而回國後，我們這顆躁動的心始終無法平靜。然後我們又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，挑戰2個人自駕穿越炮火中東。有了穿越非洲的經驗，我們決定打造一台防彈汽車，以減少來自無法預料的風險。玻璃、門板、底盤、減震、輪胎，能改造的地方都進行了加強。全車 B6級防彈，即便是 AK-47的威脅，我們也能闖出一條活路。從新疆出發，穿越塔吉克斯坦的帕米爾高原，5000米的海拔，開着重達4噸的防彈車，剎車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。當泥濘的道路遇上冬天的低溫，再加上黑暗中懸崖的小路，幾次感覺差點就要墜下深淵，小腿不停地顫抖。中東的旅程，這開門強度就是5顆星。原本以為中東的路況應該很好，但沒想到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幾乎都沒路。本着對文化和歷史的渴望，就想親眼看看那些在書本和電視裡聽說過的地方。我們下泥坑，走河道，雪天裡在泥巴路上飛馳，沒地方住就在當地人家裡借宿，餓了路邊小店就是我們的食堂。覺得危險就合法買上能夠保護自己的裝備，再不行就帶上幾個安保。當我們真正來到本拉登家的時候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們竟然能看到傳說中的人物生活的地方。當我們跨過霍爾木斯海峽，穿過了阿拉伯沙漠之後，我們來到了被稱為世界中心的敘利亞。這裡的景象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認知，幾乎每棟房子都有大大小小的破損。這真的是21世紀我們的世界嗎？感覺自己穿越到了世界末日的那一天。然而在這裡，我們卻見證了敘利亞人民的堅強。我們走進了大大小小數十個人家中做客，聽他們的故事，感受他們的過往。雖然敘利亞遭受到了滅世般的打擊，但這並沒有摧毀他們的意志。他們像一束束的野草，頑強地生活在這一片片的廢墟之中。有時候我就會覺得，跟他們相比，我們口中的996牛馬般的生活可能算是幸福的。真不知道，如果我們自己也出生在這兒，是否能夠像他們一樣頑強地生活下去。相比非洲，中東多了一份來自人類的風險。進入伊拉克，當地士兵聽說有一輛來自中國的汽車要進入，為了保證我們在邊境的安全，他們竟然派了數十輛的裝甲車，上百名的官兵，連夜的接力保護我們前往首都。沒想到這裡的居民說的是真的，他們真的很愛中國，很喜歡中國人。有一次我們實在是沒地方住，偌大的城市竟然沒有一家旅館，然後在當地警察的幫助下，我們竟被他們的同事帶回了家，不因為別的，只因為我們是中國人。在回程的最後階段，我們剛好趕上了伊犁戰爭，每天被檢查數十次，幾次被帶入了反間諜的基地，危險無處不在。開車的時候小腿不停地顫抖，幸好我們最終平安抵達了祖國。一年又是9萬里，這一次的旅程可謂是驚心動魄，回味無窮。不僅讓老外看到了我們中國科技的發展，還讓他們見識到了我們中國人的堅強。今年在策劃了8個月之後，我們決定再一次出發，穿越距離我們最遠的、全世界犯罪率又最高的大陸南美洲。我們又買了一輛越野車，改造、測試、裝箱，運往南美最危險的國家之一哥倫比亞。而現在就是我們揭開穿越南美的第一個篇章。Check, did the thing. OK. All right. Yeah, all right. 它这有一個鉛封啊，這個東西要動了，這裡邊的東西可能就出事了，就證明這是在中國那兒綁的，一次性的，剪掉就無效了。OK， 走你。OK， 見證奇蹟的時刻哦，伙計啊，一別1個多月啊，又見到你了。這次見到你的時候是在國外啊，兄弟們啊，這個備胎，他們當年跟我講，你這麼綁，出門可能就沒了，還得買一個鐵的鎖鏈子把它鎖在車上，不然在這兒非常的危險，可能就丟了。OK， 兄弟們啊，拆封了，車已經解封了啊，咱們先看看用遙控器试它1個多月有沒有電啊。1、2
OK， 有门儿，兄弟们，有门儿，哟，应该没太大问题啊。我钻进去试试，来，哎呦，胖一点的进不来。来看看啊，老伙计，新兄弟，一二走，没问题，兄弟们啊。进来的时候8公里，出来的时候还是8公里啊。泡着了啊，我还怕他没电呢，没电没油，这次没给我找麻烦，太棒了。哎呦，历时1个多月啊，真的能在南美洲见到我的这兄弟，真是不容易，兄弟们真的是不容易。这是我们非洲的战绩啊，到这儿開始中東，哇塞，這次南美留在主駕駛。我去，怎麼樣？感覺在這等了你半天。哇塞，終於出來了，走前面啊，很不容易，真的啊，兄弟們，歷時8、9個月，航行了1萬多公里，又用了近2個月，把它漂洋過海，終於來到了啊南美洲這片神奇的大陸啊！哎呦，納蘭都哭了，好興奮，你知道嗎？沒事。不容易，很長的，不容易。看到他第一時間，我的淚咔就出來了。確實不容易。對。怎麼樣，兄弟？啊，很好的。他都很激動。高興，我們可以去，加油！加油！哥倫比亞，我們去南美其他的國家，我們的這個 exciting 的旅程就要開始了。Let's go！ 先給他吃飽喝足。Let's go！